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AC Toys 出品的这一款飞过山 TFP 的造型。之前 AC 出过一款隔版嘛，这回的第二座飞过山也来了。哎，我记得是不是上次每周刊我说错了，说是阿帕奇了，阿帕奇还没出啊，这是 AC 的。盒子外包装并不大，小小的一个盒子，不过这个盒子看起来挺廉价的。配件的内容方面，这回会有带一个这样的裂纹地台，上面有银漆的这种干扫效果，然后还有3枚暗黑能量晶体，大小不一的形状都是可以拿下来的。玩具的实物就是这样了，原大原尺寸，并没有放大的处理，改动的地方也不多，只是做了一个可动的手，为了方便握持那个能量晶体嘛。车型先来看一下吧，轮毂有涂装，身上有一些点缀，保险杠还有车的前脸，这些地方都有涂装的刻画，但是感觉这回的做工样板的做工问题挺多的，这里明显的一个水口切歪了，然后这边的溢漆现象，还有就是车身上面很明显的水纹。其实我觉得这个红色的料子挺容易出水纹的，如果说能上一层漆的话，可能效果好一点点，挺明显的。而且这个地方感觉会有一些缩胶，再加上其实能看得到车顶这个地方扣的不是很严实，里边还是有一些飞边好像顶着啊，车顶并没有扣齐，4个轮子滚动很溜，以及该有的涂装这些都做出来了。确实来说，飞过山这个模具在当时的 TFP 出版里边也是相当优秀的，很不错啊。我觉得出版和2版的飞过山最大的区别就是出版使用的完全真的胸部和真实的零件来变形，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满意的，并且它最终完成的人形效果很棒。但2版大部分是假胸的零件，它处理起来以后嘛，其实变形也没啥意思啊，变完了以后也一般般吧。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 TFP 的爱好者啊，在飞过山的初2版之间做抉择，那毫无疑问肯定是选择出版了。所以在当时 TFP 的出版飞过山炒的还挺贵的。我记得曾经我刚开始入坑时候买飞过山，正好赶上那个时候特价清仓吧，好像才59块钱啊。但是后来这个飞过山被炒到了260块，也是因为 TFP 渐渐的绝版了，后续就再也没出过。倒是这个模具在经典线里边重涂了一个飞过山，用的是游戏造型或者说是仿动画造型的一个头雕，模具还是这个模具，只是头雕的更换，剩下的配色都没有换，所以这个模具相当的经典，如今也是炒得很高的一个价位，这也是 AC 和阿帕奇2家厂争着在做飞过山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原版价格已经太飘了。不过如果因为这2家 KO 版的推出能让原版的价格在二手市场上回落一点的话，其实也是好事啊。变形非常的简单流畅，我们来开始处理。首先拆开车门的侧面，它并不能打开车门，因为这是腿部，然后记得把这里往外拉伸一点点，整体的拉松掉。后方这里连接呢，它是一个一摞摞一摞的大卡扣啊，卸开，而且注意这个地方的透明玻璃倒角处，变完了以后向上翻折，它只能从这个方向转，180度把它旋出来，哎，炸开了。脚部的变形相当有意思，只用了简简单单的几个零件，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实现出来当时的没有偷胶腿，哇，那个年代的官方特良心啊！你看这腿小腿包完了以后是很严实的，处理的效果很好，而且脚丫子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左右接地的，因为这里是一个开口的球碗。另外一边也是先折小窗户，然后这个地方根据这开口球碗往外翘一点点边儿，然后旋出来180度盖回去。好了，2条腿我们先往前翻一下，根部这里有一个双关节，把它搓正了，把这个关节搓过来。倒是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线位，一边会有线位啊，所以导致了这块卡过来以后不会像外八那样撇过去。2条腿我们现在也就变完了。腰部的造型零件翻下来，然后把前机盖往后折一点点，旋转180度，整个的扭过来。哎，这块先不要盖，腿放直。好，前半个车我们已经变完了，下半盘也有了。上半身的变形，先捏2个轮子边，把它往开炸，拆开这的2个卡扣，
然后把后方这一块整个的双关节搓动提上来，接着把胳膊双关节180度再拉伸开，就变得很长了。这个时候手部可选择性变形吧，因为 TFP 里边吧是有手臂翻出臂炮的，所以我们翻一边吧，另一个手我们就变成臂炮处理。哎，这个盖子横折90度压平，接着往开拆中间的卡扣，打开，这里要往下翻，卸开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透明件的卡扣，但原始设计里边这个卡扣尺寸还是挺大的，还行，不是太危险。翻过来，哎，两个手就这么摊开了。接着有一步很灵魂的变形啊，胸口这里有一个细小的滑道，一定要把这里滑出来。这也是飞过山在动画片里边的一个炸胸的零件效果。然后用腰部装饰件这里一个细小的卡扣卡住边缘的凹槽，哎，让这个胸不至于落回去。这个设计很灵巧，造型又好，而且炸开了胸还不容易回落，很棒啊！这块设计也是当时我非常喜欢这个出版飞过山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头部从肚子里边翻折一个90度，立起来这个板，这个卡扣一会儿要备用的。然后前车脸的下方这里有两个细小的边缘零件，180度折叠到内侧，再把这一块往后立一个90度，把边缘的这两块往下拉。这里要小心 ，AC 在做这里的时候啊，它是用螺丝装进去的。就导致了这个地方的螺丝啊，如果你这样翻折翻不动的话，不要愣往下掰，松一下这个螺丝，你再往下折，要不然这个螺丝越拧越紧，这一块的料子会爆掉的。所以其实在这些地方使用螺丝做轴是一种非常不聪明的设计，也是组装过程中的一个偷懒的解决办法吧。理论上来说啊，如果你做这种穿轴铆钉式的穿轴零件的话，工人在组装的过程中啊，他是需要先做一个石膏的底膜的，或者石膏，或者说是木头，不管什么材质吧，石膏一般会多一些啊。它放在下边，把一个零件放上去，另一个零件固定好，然后从上方机器针穿下来，这才能刚刚服帖好的装钉进去这个穿轴。所以为了上螺丝来穿轴的话，这可能也是为了省底下这个底膜的组装工序吧。但是导致把玩起来啊，舒适度的效果就不好了，很容易让这颗螺丝越拧越紧，最后爆掉，或者越拧越松，螺丝掉下来。这里的卡扣跟脖子后方连接，压瓷实了。然后前方这里非常有灵魂的把两个车灯翻到了腰带的两面，挂在了玻璃的侧边缘。哎，这个形象就相当还原动画里边的感觉了。所以说这是出版模具很神的一个地方，在原始设计的里边，这一块真胸变出来，不能算真腹吧，真胸真车灯变出来的这个身体相当的有味儿啊，还很还原。但唯一可惜呢，出版飞过山这个模具这个边缘并没有收纳好，也是因为当时来说啊，D 级别的玩具嘛，官方当时清仓的时候才59块钱，可想而知它的成本是很低很低的。所以嘞，边缘的这个袖子这里也并没能很好的折叠，也毕竟这个地方的零件太小了嘛。然后这是这回 AC 改动的一个地方，原先的官方版这就是一个动动手， AC 版给它改成了这种可开式的4指，可以把这根最细的握在手里边。所以呀，一个非常简单流畅的变形过程，这款出版飞过山的模具就变形完成了。AC 版这一回改动的地方只是手臂和增加了地台以及这些暗黑能量晶体。那总的来说评价一下吧，这一次的 AC 模具啊，做的方面来说精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在做工方面有一些瑕疵，身上的水口处理削的不是很干净，料子方面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水纹的红色面料。我觉得上一层漆的话，遮一遮这个水纹可能会好看一些，不然的话，现在变成车型以后，确实啊，身上花里胡哨的。
这个就有点让人觉得不太爽了。不过因为这个模具本身来说比较优秀，所以这个飞过山完成变形以后的效果相当的精彩。这块立起来变成屁股，车前边的这个小牛角以及人形上边的这2只脚都是软胶制作的，不容易扎到或者损坏吧。当然因为官方原版就出了紫色版本的丧尸版飞过山，所以想必这个模具开了以后肯定也会重涂的。再加上暗黑能量晶体的融入啊，这个也算是挺有灵魂的一个配件了。作为第一个登场的汽车人角色吧，也是给了很多戏份的刻画来描写他的死。哇，这个编剧真的是魔鬼。但也确实因为有了飞过山之死的一个开篇，后续的一些剧情铺垫让 TFP 的整部剧的人物塑造都相当丰满，包括他和阿尔西之前的一些桥段啦，还有就是在后续登场时候的一些丧尸造型，以及朋友们去追忆他的时候的那个断脚，都成了名场面和名梗。所以飞过山也应该是自此开始就摆脱不了后续被砍的命运，乃至于到了外传里边也是被反弹球一劈两半。只不过不同的是 TFP 里边是横着拦腰截断的，到了外传里边是被反弹球竖着切开的。但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们还不是为了迫害飞过山？有多少朋友是第一次看 TFP 的时候跟我一样感觉飞过山死的时候让人特别难受呢？但没办法，为了剧情推动，它只能作为一个工具人了。其实飞过山做成这种低级别刚刚好，而且和之前的阿帕奇的威震天摆在一起，这种效果身高方面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确实这一回我觉得飞过山的做工还是有待加强。首先在变形的过程中会感受到这回的料子挺硬的，边缘的这些地方并没有磨那种很圆润的过渡啊，它一些边边角角变起来还是挺割手的。第二个，身上的水口处理的不是很干净，所以变形起来吧，有一些地方的密合差点意思，可能自己需要动刀修复一下，把水口切磨的干净一点吧。刚才说到的暗黑能量晶体的地台，这一回的样板件呢，也是给我发过来了3块拼在一起以后就变成了这样的圆形，然后每一块上边有大中小3个暗黑能量晶体可以插在地上。虽然说拼完了以后这地台也不是个平的，下方这里确实是有一个凹坑的，这样的效果也挺像那个矿的。但这时候就你说说你们这些人，一个 KO 厂做个配件还得再次迫害一遍飞过山，过分了。不过这个配件拼起来的效果还可以啊，地上的这些裂痕，干扫的这些银漆，其实如果你有一个小灯从底下打一下的话，让这个能量晶体发出来一些光芒，效果还是不错，挺好看的。但问题就是有点小了，你这么摆的话就摆不出经典的名场面了。但如果再大一圈的话，能把它整个放上去，我觉得效果会更好。这种透明的零件啊，如果水口切的草率的话，会出现特别难看的白痕，就没有通透感了。所以呢，也是希望 AC 啊，在大货出厂的时候，把这个品控好好的抓一下，在切割板件的时候，以及最终组装的时候，用一些心思吧，来呈现一个更好的作品。也确实啊，如今2家 KO 厂商在做 TFP 的相关题材。这款飞过山也是抢着在阿帕奇之前出来，估计也是为了抢占先行的市场做的一些打算吧。但如果说赶工的话，那就得不偿失了。反而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是一种好事情啊。尤其在2家争着出同一个题材、同一个角色的时候，他们肯定得拿出来自己的看家本领，或者说能吸引玩家购买到、get 到的那个点。而这个时候，选择权就在玩家的手中了。所以呢，飞过山究竟阿帕奇能做出什么样的素质，我们拭目以待。现在的这款 AC 至少这个地台目前看起来挺漂亮的，但做工的素质和材料的水纹这些地方还是有待提高。那么得嘞，这款 AC Twice 的 TFP 出版飞过山就是这样了。你们这些厂商一个个的都是魔鬼。